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说法，比如什么日本军官祖传宝刀，或者天皇御赐宝刀在战争中遗失，让人产生了一种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官都是带着价值连城的宝贝上战场的错觉。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刀到底是怎样的五花八门吧。实际上，日本军刀最初并非传统日本刀的样式。随着明治维新的新朝雅正，日本全盘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武士道一度被弃若敝履。新建的日本新军从武器装备到军服肩章，一律模仿欧洲国家。其中陆军师从法国，而海军师则学习英国，就连军官手中的指挥刀也不例外。由于陆海军分属不同派阀，学习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配用的军刀也是大相径庭。不过日本海军陆军互骂马路，掐个头破血流，倒也是品见的够多了。出现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情理之中。由于后来的日本军刀均为传统武士刀的造型，这些军刀统称为旧军刀。尽管如此，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日本军人坚持佩戴旧军刀，直到战败投降为止。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日本装备的军刀几乎每一把都不一样，制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形同虚设。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军官对军刀造型的选择几乎是随心所欲。狭义的日本军刀只包括了明治维新后至日本投降期间旧日本帝国陆海军军官及士官装备的指挥刀，但如果扩大范围，这其中还包括了骑兵的马刀、步兵的刺刀等。由于跨越时间长，装备数量巨大，俗称的日本军刀其实包含了多个型号，就连同一型号之间也因生产厂家、生产时间、使用者身份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不过由于此时的日军中仍然有为数不小的原氏族军官，他们从小就练习日本剑术，用惯了双手握持的武士刀，对单手使用的西式军刀十分不满，而且这种西式军刀的刀装也无法套在武士刀的刀条上，因此很快便出现了一种土洋结合的军刀。这些军刀尽管外观与西式军刀相差不大，但刀柄却长了不少，于双手握持，而刀身也换成了正宗的日本刀。其中陆军军刀为铁鞘镀铬，海军军刀则为鱼皮包木鞘。从外观上看，海军刀明显比陆军刀华丽许多，或许是因为相对陆军而言，海军佩戴军刀的机会少得多，不必担心军刀在战场上受损而影响美观。不过除了刀鞘差距较大，二者的总体外观还是比较相似的，特别是都有西式指挥刀的全包式护手以及配环和石突，刀上的图案多为八重鹰和唐草纹高雕，也有用铜纹、菊纹或家纹装饰的。尽管掺杂了一些日本元素，但整体上仍然是西式军刀的外观。除了这两种指挥刀，日军还装备有另外一种西式军刀32年式军刀。这种军刀于明治32年定型，分甲乙两种型号，甲型装备骑兵部队用于马上作战，乙型装备辎重部队用于地面作战。二者的区别在于乙型的刀身稍短，便于地上使用。由于这种军刀重心合适，尽管重量并不轻，但易于单手挥舞，便于马上作战。日军的骑兵对这种军刀十分满意，一直到昭和20年战败投降，这种32年式军刀甲型军刀都是日军骑兵的制式军刀。日军投降后，相当一部分32年式军刀被中国军队接收，并一直使用到1965年换装65式军刀为止。日本人对于刀剑结构的定义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刀身是刀身，刀装是刀装，这是两码事儿。一根刀条可能是祖上传下来的最好，但刀装本身有时候其实不如花大钱去现场定制，所以日本军刀一般也不存在什么原装问题。很多所谓老祖宗传下来的军刀却长了一副西式军刀的样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把家传刀换上了符合规定的刀装带在身边，只不过真的有家传宝刀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而这些珍贵的祖传老物件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舍得冒着遗失的危险带上战场，但就算如此，还是有大量人声称自家老物件还是丢战场上了。这之中的原因我们后面再说。二战日本陆海军在强调巨舰大炮武力至上的观念同时，坚持一贯的军刀重视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持刀剑装备的国家只有日本，
对于其原因可以推测，是因为军刀是胜利的象征，以及世人给予军刀过高的评价。日本军官用军刀是日军服饰的一部分，所以他必须在形式上服从服饰搭配的要求和基本遵守条例。即便那些佩戴着古代打刀装上战场的军官，也得把打刀鞘包裹上野战军用马皮鞘，后配上挂环，才能和军服不违和，也便于战场携带。不过，所谓条例其实就是当时的军刀装规定，细节可以马虎，但大型必须靠谱，而且这个马虎程度会随着军衔的提高而提高。说白了，就是当你官大到一定程度时，你就是条例。日本军官配刀是依条例而做的，但军刀细节变化却是丰富多彩的。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官的军刀必须自己采购。而士兵、下士官的武器，包括军刀在内，则由国家配发。我们也说了，日本刀的刀刃和刀装是两个概念。那么，为什么在军刀装中有新制刀条和古刀条的区别呢？其实，作为当时武器的日本刀，首选的一定是新制刀，这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古刀属于消耗品，历经几百年的研磨，会逐渐耗损，而这种耗损又完全是无法修复的。我们知道，日本是有传统刀剑文化的。能当上军官的多半会有家传武士刀，把古刀带上战场，确实是期待武士精神附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家传古刀带上战场。有时带古刀上战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新作刀，特别是名家的新作刀，一般军官靠自己的薪俸根本买不起，而现代机制刀条他们又看不上，所以最后只能请出家里供着的老物件出场了。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